Hello，大家好，这里是有路，欢迎来到有路微课堂。要说东南亚近几年最热门的购房目的地，那么泰国的首都曼谷绝对首当其冲。每年超过2000万的入境旅游人次，给这座城市注入了源源不绝的购买力。同时，它也是外籍人士非常热衷于进行房产投资的城市。那么，相对于东南亚很多国家的首都来讲，曼谷它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除了每年数以千万级的旅游人次之外，最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曼谷相对发达的轨道交通了。去过曼谷的人可能都会有这个体验，出门开车、打车甚至都不如走路。曼谷除了叫做天使之城之外，也是世界上非常闻名的堵城。没错，就是堵车的堵。因此，在曼谷，人们的出行非常依赖于轨道交通，这也就导致轨道交通沿线的房产非常受到大家的青睐。而泰国呢，又是一个土地私有制国家。因此，轨道交通附近的土地非常具有稀缺性。随着整个城市经济以及城市规划的不断发展，核心地区，尤其是轨道交通沿线的土地，基本上已经开发殆尽了。因此呢，去泰国买房，轨道交通沿线就构成了曼谷整体房产发展的生命线。核心的商业区和 CBD 基本上也都是依附于轨道交通而生的，因此去泰国曼谷买房之前，轨道交通绝对是你的必修课。但是很多初涉曼谷房产的人可能都会对曼谷目前现有的轨道交通比较陌生。接下来的2期有路微课堂就会为大家仔细分析一下目前曼谷最核心的2条轨道交通：天铁 BTS 和地铁 MRT 2条线。这张呢，就是目前曼谷一张比较完善的轨道交通的规划图。那么目前开通的线主要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 BTS 这条绿色的苏昆逸线，它是一条轻轨线。这条浅绿色的同样也是 BTS 世龙线，它可以穿过湄南河，直通湄南河的西岸。另外一个就是曼谷现在目前唯一的一条地铁线 MRT 这条蓝色线，还有一条红色的线，就是这条线，它可以直通曼谷东部的这个国际机场素万纳普机场。为什么我们说 BTS 苏昆逸线是整个曼谷最重要的轨道交通线之一呢？就是因为整个苏昆逸线跟曼谷的一条主干道，也就是苏昆逸大道是平行的。苏昆逸大道，北起一直往东南方向延伸，往东南方向可以一直连接到泰国的芭提雅。很多人也会把这个苏昆逸大道类比成我们北京的长安街一样的存在。BTS 苏昆逸线，也就是我们看到这条浅绿色的线，它的北部起的是这个拉泡路口站，然后可以一直往东南方向延伸。今天呢，我们就来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整个 BTS 线它沿线会经过哪些比较重要的站点以及核心的 CBD 和商圈。首先 BTS 北部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曼谷的老机场的所在地，曼谷的老曼机场。然后往南几站就可以到达很多去曼谷旅游人士一定要打卡的地方，就是这个胜利纪念碑站以及这个帕亚泰站。帕亚泰站这个地方有着整个曼谷最大的一个王权免税店，也就导致这个区域聚集了非常多的外籍游客。帕亚泰站再往南2站就是提起曼谷大家都可能听说过的这个暹罗广场的商业圈。暹罗广场这个区域呢，也是曼谷最早发展起来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核心商业区域，也是很多游客比较打卡的地方。比如这里有着曼谷非常著名的四面佛、水门市场、商泰百货商场等等。这里还聚集着非常多的外国驻泰国的大使馆，比如说美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德国大使馆、瑞士大使馆和阿联酋大使馆等等。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花旗银行啊、渣打银行，很多外资银行在曼谷的总部也设立在这里。因此，整个区域是曼谷非常重要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曼谷的金融中心。一直以来，这个区域都是很多泰国的有钱人士，包括一些外籍高端人士会选择的热门住宅区域。其中呢，也更不乏一些比较高品质的住宅项目。当然了，整体价格上也会偏高一些。目前这个区域的均价可能是在4到6万人民币每平米左右。从暹罗站再往东5站，就是我们所说的 BTS 沿线上的黄金5站。它包括第1暹罗站、第2奇隆站、第3奔吉站、第4娜娜站、第5站阿索站。这5站蕴含了曼谷的 BTS 沿线上最核心的土地以及商业资源，因为它可以连接
往西暹罗广场商圈和往东阿索商圈2大最核心商圈的全部资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阿索站。阿索站它除了是整个 BTS 沿线上非常重要的一站之外，它同时也是 BTS 和这条 MRT 地铁的交汇站之一。阿索这个商圈的定位，它是曼谷第2大的核心 CBD， 整体来讲，它也是属于一个苏坤逸的富人区。这里目前的房产均价也是在4到6万人民币每平方米左右，它呢就相当于北京国贸 CBD 这样的一个地位。一些很多国内以及国际企业的总部都会设立在这里。除此之外，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国际学校，特别是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特别著名的苏坤逸21路，这里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商业区。比如说 Terminal 21商场啊，就在这个地方。阿索站往东一站蓬蓬站，这里有着曼谷非常著名的2大贵妇商场。再往东一站通罗站和这个 Ekmai 站，这2站呢也是被誉为相当于北京的这个王府井跟东单一样的地位。这个地区也被我们叫做日韩富人区，因为这里聚集着非常多的日本和韩国的一些富人会选择到曼谷定居，都会选择到这个区域。这里同时可能还居住着很多泰国的一些明星或者是一些政要的人士。那么通罗富人区这一站，除了许多高端的住宅项目之外，可能还会聚集着曼谷的一些别墅区，因此整个区域它无论是从商业配套还是生活资源来讲都是非常丰富的。目前这个区域整体均价可以达到6到8万人民币每平方米。接下来从 Ekmai 再往南2站就到了 BTS 沿线的这个昂奴站。昂奴站呢，它的整个的定位是曼谷一个大型的生活的社区。如果你在买房的时候看中的是房产升值的潜力，那么昂奴绝对是一个不错的区域。首先它可以承接包括这个阿索商圈以及这个日韩富人区的全部资源，因为曼谷它的这个其实整体的面积并不大，2站地铁之间不过就是800米到1000米左右的距离，而从昂奴出发只需要5站就可以直通这个阿索这个商圈，往南2站和3站就可以到达这个通罗和 Ekmai 的这个日韩富人区。因此它所承接的资源是曼谷最顶级和最核心的一些商业的资源。而昂奴站同时它也是这个苏坤逸富人区的一个边界，这里相对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阿索区域以及这个日韩富人区区域，它的价格就要便宜很多了。目前昂奴这个区域周边的价格仅仅在3到4万人民币每平方米左右，而且昂奴这个区域它居住着大量的在这个阿索包括日韩富人区上班的一些白领。因为就是核心区域它除了房价高之外，租金也会相对高，因此在这2个区域工作的一些白领，他们可能会选择到这个昂奴这个区域来这个生活和居住，因此这里其实是根本不愁出租的一个区域。整体的租金收益来讲的话，在整个曼谷也是非常可观的。那么说完了昂奴区域，从这个我们昂奴站出发，再往南走4站就到了曼谷近年来房产投资势头非常强劲的一个邦纳区。因为最开始我们有说到了，因为曼谷它是一个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因此率先发展起来的一批核心的商圈和 CBD， 其实它周边的土地已经开发殆尽了，即使有一些房产是可以进行出售或者投资的，那么它的价格来讲的话也会相对偏高。而邦纳区作为 BTS 线延伸出来的一个大型生活的社区，它整体的房价来讲是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目前均价仅仅在3万人民币上下。那么邦纳区都有什么呢？首先它有着在建的未来东南亚最大的购物中心 Bangkok Mall， 很多大型的展会都会选择在邦纳区的这个泰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除此之外，这里还有着目前整个曼谷最大的这个宜家商场之一，包括伯克利国际学校、新加坡国际学校等等，很多完善的配套，无论是生活、商业、学校等医院资源都会聚集在邦纳这个区域。同时邦纳区还占据着整个曼谷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就是这个东部经济走廊。邦纳区作为曼谷东部经济走廊的出口，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导致它也是曼谷政府目前集重金打造的一个区域。因此伴随着整个曼谷城市的发展以及扩建，邦纳区未来发展的前景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目前它的房产均价也仅仅在就是3万人民币左右，
还属于一个上升期的价值洼地。因此对于很多买房渴望它有一个比较高的增值空间的投资者来说，包纳区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有路微课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曼谷轨道交通相关知识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联系我们。我们将会持续更新一些海外房产的相关资讯，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持续关注我哦。